今天给大家盘点一波三国杀国际服的幻武将啊，幻系列武将我之前给大家讲了几个，什么幻诸葛呀、幻赵云啊，对，大家看技能也能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天马行空的系列。你像这种满足人幻想的义父线啊，就要怎么离谱怎么来。那既然做了，那就给他做绝。国际服的这几个幻武将整体的质量讲道理还是很高的，能看出来设计师是花心思去设计的。虽然说背景故事可能编得有点莫名其妙吧，什么诸葛亮逼得曹睿自焚呐，接着小胖任贤姜维直接一统三国啊，就没有什么逻辑性。但这个系列它就不是给你去谈逻辑的，咱诸葛亮都入幻了，还给你逻啥技呀？幻系列它目前只出了蜀篇，而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把幻宝蜀篇的5个史诗武将盘点一下。那幻诸葛亮就是蜀篇当之无愧的主角啊！整个蜀篇的主线故事就是围绕着诸葛亮展开的。在主线剧情中，诸葛亮没有在五丈原病逝，他继续主持北伐，先平陇西，后收长安，最后入驻洛阳，一统天下啊！至于他怎么做到的，咱也不知道。幻诸葛这个将，他开创了一个新概念，叫表形态和里形态。表形态3个技能，里形态4个技能。它有一个独特的入幻技，也就是变身技，叫魂游。你处于濒死阶段时，你可以回复体力值1点，然后在本回合内你免疫所有伤害，并获得一个额外的回合啊！三国杀自己的冰箱和开门呐！当然，它不仅有入幻，它还有退幻。常规锁定技结束阶段，若你的体力值为全场最低，则你需退幻。退幻技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幻想终归是幻想，爽梦做完了，你就要醒了。留下的只是怅然若失和意犹未尽。这个技能还是挺有趣的，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劫掠这个画面感更强的技能。它在前期是一个负面技能啊，幻丞相在每名角色回合结束时，只要没对人用牌，他就要掉血。那这就把丞相北伐期间殚精竭虑、心力憔悴的一面给刻画出来了。每件事呀，每个小细节，咱丞相都要抓啊，谨慎、谨慎再谨慎，不允许有一丝失误。另外幻诸葛的皮肤整的也很不错，表皮和里皮都很帅，特别是表皮啊。左赵云，右姜维，中丞相，丞相朱雀羽扇一挥，数万蜀军往前迈进。幻诸葛整体强度非常高，在国际服它也属于是强度最高的一档武将了。但还是那句话，丞相强一点怎么了？总比让无名小卒统治三国杀好。对于丞相的设计，我肯定还是更看重它的设计感啊。如果用 SABCD 做一个评级的话，我会给幻诸葛 A 级的评价，属于是很有韵味的设计。主角讲完了，这就到配角了。幻魏延，魏延在幻系列的 A 副线中，他是北伐的主力，替代马谡守住了街亭，从而使丞相能够分兵平定陇西魏延后率精兵奇袭洛阳，为丞相最终入主洛阳立下大功，自己成为了蜀汉丞相之下的第一功臣。哎呀，我那个红发浴血剑魔呀！幻魏延是一个菜刀将，技能非常疯狂，一技能奇击。出牌阶段开始时，你可以对一名角色视为使用 X 这张无距离次数限制的杀 ，X 为你此时手牌类型的数量。要是你基本、锦囊装备3种类型都有，你直接就能多3刀呀。但是被杀角色呢，他也可以刻意的规避你奇击出的杀。我也不是傻子呀，肯定会对你魏延的奇袭有所防备。被杀角色呢，可以再选一名其他角色，而这个被选的角色呢，他可以选择摸一张牌，替魏延奇击的那个角色扛下这一刀啊，也就是流离嘛当然被杀角色他不能重复的选一个人流离，那这也是一个很有设计感的技能啊。起手无损硬牌输出啊，很好的体现了魏延奇谋他所达到的出其不意的效果，而敌方的流离效果也能表现出他对魏延的防备。2技能也很形象，魏延出杀造成了伤害，如果他在这个回合内之前已经造成过伤害，那他这一刀就能加伤，追刀能加伤，但是呢他日常出杀要是没命中就要减手牌上限了，这也很好体现了魏延这个自大战狂的形象。这个魏延我也可以给一个 A 的评级。下一个幻司马懿，幻司马比着诸葛亮和魏延就稍显平庸了啊。他的背景故事是在蜀国攻打洛阳时，司马懿采取坚壁不出的战略啊，结果呢他反而被魏明帝曹睿猜忌了。后来他遇见曹魏大势已去，自领一部分兵马离开洛阳，各据一方，但也没成气候，后来被姜维平定了。那这个幻司马纯的背景版啊，技能也挺背景版的，就选角色判定，根据判定的颜色出效果，
还有一个能改判的鬼盟，强度没太大问题，但属实是没什么新意啊，我给他一个 C 的评级，就不多讲了。接下来换刘禅啊，换小胖我刚讲过啊，三造大汉的传奇皇帝刘禅，一个技能主打骚扰和输出啊，一个技能是翻版的放权，这版小胖确实厉害啊，会用人，也有主见啊，可以给一个 B 的评级。详细的可以看我上一期视频。最后一个换诸葛果啊，每个拓展包都要有一个花瓶嘛，美女武将，那换包呢就是诸葛果。换果果的设定啊，就是他飞升成仙了。你们凡人还搁着打天下，搁着当皇帝呢，我果果直接光荣进化了。进化完之后人还没变丑，依旧非常美味啊，手上拿着一捧玫瑰花，那这个花应该是送给我的啊。果果的技能是给你发这个仙缘标记，他每轮获得2个，然后他在回合内可以把这个标记给出去。有标记的角色出来阶段开始时，果果可以选择一项，一是看他牌，然后将其中 X 张牌放在牌顶，二是直接让他摸 X 张牌， X 就是他拥有的标记数。他这个标记类似于陆记的橘子标记啊。首先果果自己有标记，到出来阶段他自己就可以选2选项东摸牌，到回合内他也能把这个标记给出去啊。这个标记他也是想怎么发就怎么发，给敌人那到敌人回合就下敌人的牌，给队友那到回合就让队友摸牌，不发白不发，因为每轮他自己还可以补。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每轮补4个标记的果果，那个版本是真无敌啊。果果还有个2技能叫灵隐，成为普通锦囊牌目标后会触发一些效果。果果魔抗也很强，换诸葛果单论技能的话我给 B 级啊，但因为她是我老婆嘛，所以给 S 级，合理。 OK， 那这是目前所有换系列史诗将的盘点啊。今年是蜀篇啊，那明年换系列它就会推魏篇。根据国际服公测的最新情报啊，魏篇的主角已经揭晓了啊，就是换曹昂。对标蜀篇的主角丞相啊，他也是一个牌面拉满的武将啊，表里双形态，双至臻冻皮。至于背景故事，我个人猜测，他大概率是宛城之战曹昂活下来的 A 副线啊。目前换曹昂他正在公测中啊，很多朋友说不知道国际服在哪下，不知道在哪玩啊，没有关系，加评论区置顶的 Q 群领公测包就可以体验到了，感兴趣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啊。那我是老野新家，感谢大家观看这期视频。